Hello， 大家好，我是嘎老师，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欢的影片论坛，也就是跟着我看影片学唱歌的时间啦。那我们今天要来听的这首歌呢，是 LE SSERAFIM 在10月底发布的 Spaghetti 这首歌。这首歌虽然意味不多，但是非常非常的红。我个人也觉得他们的旋律非常非常洗脑。那么上次讨论 LE SSERAFIM 的时候，还是他们去 Coachella 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表演。那经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来看看他们到底进步了没。那我今天找的版本呢，是我觉得比较接近真正的现场演唱版的版本，但可能还是有后制过啦。但没办法，我真的找不到其他更清楚的现场演唱版了。那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影片之前，先进入一小段的工商时间。只要不到2000元就能够拥有一支在家无线 K 歌的神器，比去 KTV 3次还划算。想要练唱更有效率，一定要有好的工具。这款 K 歌麦克风超厉害，一键就能把一般音乐变成伴奏，还能调整升降 key， 就像掌中型 KTV。Vocal cut on. In your mouth, guilty pleasure never kill nobody to show by。不管是聚会炒热气氛，还是自己在车上旅途中 K 歌，这支麦克风都超方便、轻巧、便携，随时随地开唱。操作超简单，只要连上手机就能用，还能直接录制翻唱，快速产出高音质作品，让你的翻唱影片更专业。如果你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唱，它还支援双麦连线，2个人可以一起对唱，享受 K 歌的快乐。现在有限时团购价，单支可省600元，双麦更是省1520元，所以赶快揪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买吧！珍珠米白高贵奢华，黑色低调有质感，任你挑选。爱唱歌的你千万别错过，赶快手刀去抢吧！스파게티 152번 아페티 그냥 포개 어차피 Eat it up, eat it, eat it up 머릿속인 seraphim Bad dish in between your teeth 그냥 포개 어차피 Eat it up, eat it, eat it up Eat it up, eat it, eat it, eat it up OK， 先到这边，不小心就整段都听完了，因为他们一段一段的有点短，没问题，我们从头来听一下。第一个唱进来的是金彩媛，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的稳定。之前在 Coachella 整体都表现的不太好的时候，金彩媛是那一个至少听起来还算稳定的人，所以他第一个唱旋律的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头，至少就是稳住大家。只是他们的舞蹈动作其实还是多多少少有影响到，比方说他这一句的句尾就会有一种已经快要喘不过气来，然后就匆匆结束的感觉。就是他的那个一些舞蹈动作已经没有办法让他好好唱歌的感觉。那接着金彩媛后面的是洪恩彩，我还蛮意外的，他这一段其实唱的还蛮稳定的啊。虽然说这个表演应该还是有后制过的，但我觉得比起 Coachella 那时候其实已经进步很多了。就那时候很多人是说他唱歌会有一个所谓的水牛音，就是他会有一点点声音会这样子往下压的感觉，但是至少刚刚这一段我觉得是没有的。我们可以再听一次。
就是一个很正常很女团的音色，就没有像 Coachella 那时候比较压声音的感觉，对吧？副歌第一小段是宫胁孝良唱的，我觉得这个音域对他来说还是稍微偏低，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一段很多舞蹈动作都是要加这个律动的点这样子，然后会导致这个律动的点就会打扰他的唱歌，所以就会就会这种被晃来晃去的感觉，可以听一下。那对，有没有就会跟着他的身体这个律动会一直晃的感觉，然后这些地方就会听起来有点不太准。第二小段的副歌是徐允珍唱的，其实我个人蛮喜欢他这一段的音色，就非常非常的扎实，甚至有一点我们说要跟人家吵架或者那种挑衅的感觉，同时这样的音色会让他听起来非常的稳定，所以即使同样的段落在宫胁孝良唱的时候其实动作差不多，可是徐允珍唱的时候他影响的幅度就没有那么大，我们可以再听一次。Ojabi 就他的声音会稍微比较扁一点点，然后也比较扎实一点。当然我刚刚发现他其实这一段的舞蹈动作也比较没那么多，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稳定一点，对吧？听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是有史以来最适合他们的一首歌，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他们在副歌，也就是歌曲最重要的段落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去飙高音，而是选择了一个非常有记忆点的旋律，然后当成 hook， 但是它的音域是只需要唱在比较低的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不需要在动作很多的状况下还要去飙高音。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的音域也比之前的几首歌都还要好，就是之前有很多旋律都会写得很低，这首歌的旋律就从主歌到这边副歌结束，我觉得几乎都是在他们可以很舒适唱的一个音域，像他们副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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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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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3颗音，这3颗音其实都是半音，所以他们的音域非常非常的窄。所以这样子旋律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虽然是有旋律的，但是它等同于没有旋律，就算它唱不准了，其实听起来也还好。就是我上次就说过，对他们来说，他们有好几个需要舍弃的东西。第一个，不要写到那么低，因为我们唱不了那么低。然后这次关于音域的部分就写得很好。第二个就是不要让他们那么忙，所以这次旋律就让他们不忙了。舞蹈动作不管再怎么忙，其实旋律都不会干扰的太多，所以我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首歌的制作上其实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取舍，不会再让他们从头到尾都很忙，就很多事情要做的感觉。好，那么来听下一段哦。Yeah, this is the hotspot. Don't give up, don't need the marathon. 15보샷만 시조아. 이력서 3star. 야 말로만 hate it. 어디 갔어 너의 diet. 난 몰래 쓱하는 의미. You better stop lying. Don't care what you talk about. 오늘도 제발로 달려온 건 너잖아. 예쁘으며 들어 in your manners. 진짜 사랑인지 아닌지 곱씹어 봐. OK， 虽然这一段没有很长，但我觉得想要先讲一下这一段。我觉得从头到目前这一段主歌结束呢，虽然我说他们已经开始有取舍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要再舍得多一点。就我觉得他们有太多上下高度变化的一些动作，就是他们可能跳一跳之后得要蹲下，然后再站起来，再蹲下，再站起来，可能不是只是蹲下，可能还要躺到地面的这种动作，其实真的非常干扰唱歌。我觉得这种高度变化上的动作可能要再少一点。Yeah, this is the hotspot. Don't give up, don't need the marathon. 15보샷만 시조아. 이력서 3star. 这一场演唱呢，中村一叶也没有像在 Coachella 那时候被大家说的也是水牛音的问题了。不过我有看其他场，还是有一点点这样唱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中村一叶还是要再练一下声音，让他可能每一场都差不多的稳定。我这一场的音色是不错，就至少没有像 Coachella 那时候会有这样子唱歌的感觉嘛，对不对？ Don't care what you talk about. 오늘도 제발로
这一段徐允珍真的是唱的还不错，可是就是你看她会有一个要蹦跳往前的这个过程，真的会非常容易影响声音，就这个动作。就是这个动作真的会非常容易影响唱调，因为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会比较多这种蹦跳或者说高度的移动的问题。你看在这个画面上，后面的一排人也都是蹲着的，我真的觉得有点太忙了可能少一点这种蹲下又起来的动作吧。金彩媛这一段也是唱上突然就躺到地上去了，我其实觉得真的有点太辛苦了。他在坐到地板的那一刻，其实声音就被震到了，就有一个这样晃了一下的声音。那他自己也准备要起来，所以得要有一个就是核心的力量要起来嘛。可是这个核心力量其实跟唱歌的肌肉是有一点点相抵触的，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尾音没有办法把很好的结束，就是会有点匆匆忙忙的唱完他的最后一颗音，然后就要被拉起来，就是这种下去起来的动作再少一点。OK， 那我们继续往下听了。Eat it up, eat it, eat it up. 머리 속 긴 seraphim. Bad dish in between your teeth. 그냥 포기해 어차피. Eat it up, eat it, eat it up. Eat it up, eat it, eat it, eat it up, eat it up, eat it up, eat it, eat it up, eat it, eat it up. Eat it up, eat it, eat it, eat it up, eat it up, eat it up, eat it, eat it up, eat it, eat it up. OK， 我们往回看一下。这边洪恩彩唱的副歌虽然依旧没有我们觉得不太喜欢的水牛音，但是它的确听起来不太稳定，对吧？就会跟宫胁孝良差不多，就是他们的动作全部都影响到他们在唱歌了。贝哥他就会晃一下就每一颗音都被晃了一下，甚至宫胁孝良的 eat it up eat it eat it up 这几颗音也有点小不太准。那最后总结一下，首先以这场的演唱声音来说，洪恩彩跟中村一叶都已经没有像在 Coachella 那时候有所谓的水牛音了，就已经比较是接近一般女团唱歌的音色了。那其他部分呢，因为这首歌真的难度不高，所以你要我说他们很强什么，我真的说不出来。但是徐允珍跟金彩媛他们本来就唱的比较好的，就在这首歌可以很稳定的把他们该唱的唱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该拿的分数要拿下。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绝对要做自己能力以内的事，当然我们要追求好还要更好，但是在我们非常有把握掌握难度更高的事情之前，我们要先把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把它做得很好，其实这样子大家就会有很好的观感。至少对我来说，我对于这首歌的印象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制作人或者说写曲人又非常厉害，可以在比较窄的音域或者说旋律相对简单的状况下，还可以让歌曲这么的抓人耳朵，就非常的厉害。所以如果你想要入门韩国女团的歌曲的话，我觉得 Spaghetti 这首歌真的蛮好入门的，会让你比较容易建立信心，大家可以从这首歌开始练。那最后还是要宣传一下，如果你希望自己不是只能唱一些简单的歌曲，希望可以挑战一些高音的歌曲啦，但是你自己练或是找老师上课一直没有办法突破你的瓶颈的话，欢迎来找我上课。我们都不会讲一些很抽象的东西，比方说共鸣啦、呼吸啦、丹田啊这种你完全不知道到底要你干嘛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要你做，我们会给你一些非常具体的指令，让你绝对可以唱出能帮助你歌声进步的一些发声练习哦。所以赶快来报名我们的歌声改造课吧，底下连结都有详细的课程资讯，大家可以点来看哦。好的，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加分享，也不用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并开启通知的小铃铛，这样我更新影片的时候你才不会错过哦。另外，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Facebook、IG 以及 TikTok， 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还可以免费索取开嗓菜单哦。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我是嘎嘎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